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手上6种奇闻，可享富贵荣华，有一种就了不得了。每个人都想着发大财，不管是发正财还是偏财，只要求得富贵，就能有衣食无忧的人生。我们知道财运好不好可以看手掌的财运纹，看指缝是否漏财。但在手相中有几种纹与众不同，它们预示着此人有不俗的财运。下面就请你摊开手掌，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些特殊的发财纹吧。一、折桂纹。折桂纹就是在手掌的下方有一条从金星丘底部斜着延伸出来的线，贯穿几条由手掌底部和月丘缓缓向上延伸的纵线而形成的独特线形。古相学中把它称为折桂纹。有诗云：折桂闻名有大才，如主极地绝高魁。西娥月里凭相约，一日登云折桂来。折桂纹主荣贵，拥有这种手纹的人，不论男女，贵人运都不错，在生活中容易遇到贵人的帮助，再加上自己也很努力，所以会干出一番大事业，事业成功，财运自然也就跟着好。折桂纹代表一种特殊的才干和渊源的博识，所覆盖的星丘也是与学术研究、文化思维、意识灵性有关，因此折桂纹多指代天赋和名气。这个线形所在的位置又是中国古相法所代表的乾宫，乾代表高贵的人，在奇门遁甲中，乾又是生门的位置，代表灵性、超脱与往生，所以这种纹路的人天性与高贵的人有缘，容易受人赏识欢迎，登高折桂，一鸣惊人，往往具有比较传奇的经历。中国古代的纵横家可能多出这种纹路。男人手掌中有折桂纹是非常吉利的，是福泽深厚的表现。生有此纹的男人往往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，才华横溢，必能在大考中夺得头名状元，有过人才干，工作步步高升，能收获功名利禄，财气和福气都不少。此外，在婚姻上也能够取得贤惠好妻子，既有稳定的事业，也有美满的家庭，可谓是事业、财运、婚姻俱佳，人生运势非常顺遂。2、三奇纹。三奇纹是一种非常吉利的掌纹，通常可分为2种，一种是太阳线从中间开始分成的3条向上的线，男性主吉人在事业上有多种愿望，可多方面发展事业，并在各种事业上均有所成。女性主干练持家，旺夫兴家，如太阳线直直线漏缝者；男性主先成后败，女性主到老孤独。另一种是事业线、太阳线以及财运线或者健康线集结在一起而成的。如掌中有此纹线，吉人会名利双收，具有事业潜能，很是了得，绝非凡品。吉人的成功与著作、社交和口才有关，如作家、律师、教授。那三奇纹的三奇究竟指的是哪三奇呢？民间传闻，1奇为金玉良缘，婚姻和谐美满；2奇为能遇到知己贵人，纵使危难当头，也会有贵人及时相助，成功转运；3奇便是横财加身，富贵吉祥。三奇纹明显的人，人天生就注定命运不凡，他们要么就是成为发明家，给人类带来不少便利的发明，要么就是个商业巨子，给社会贡献了极大的财富。此生要官有官，求财得财。掌中生有三奇纹的男人，放到古代就是宰相命，他们对政治保持着超高的敏感度，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处理，是他们能够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。他们敢于承担责任，经得起大风大浪，在大是大非面前也能保持自己的原则，最终会因努力不懈、不断进取而达到成功。3、宝晕纹。手掌中的宝晕纹在手掌中像是螺旋一样，一圈一圈向外推开。掌中生有宝晕纹的人，往往能够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，家运亨通，不是封侯拜相的大贵之相，就是钱财不愁的大富之相。如宝晕纹向环形，则此人可封侯拜相；
如果宝运纹像铜钱形状，则家中有时有财。通常掌中生有宝运纹的男人，做大官的可能性很大，升官发财比较容易，并且中年时钱财也不愁，能够富贵双全。生有宝运纹的人有机会在各自从事的领域有所建树，而且这类人往往在商界大有成就。优秀的直觉与判断力会令其很富有，但是不要忘了，大成功也往往伴随着大起伏，一切都是辩证的。如果宝运纹位于拇指根部的震宫，震为雷，预示其人多为大贵之人，亦会有大灾相随，一生运势波澜壮阔。由于宝运纹利于事业，所以女人拥有宝运纹往往以不吉论，会很不利婚姻，多有三婚不止的倾向。尤其如果宝运纹正好落在手掌的前宫，则有不利于家中男主人的倾向。4. 金花印纹，手掌中有2个米字纹并排而立，视为金花印纹，一左一右或斜斜相对的不算作此纹。有诗说，纹带金花印立身，此生富贵不忧贫，男儿指日封侯相，女子他年国内人。拥有金花印纹的人具有富贵发达的潜能，尤其是享社会名气，受人尊敬。女子易主嫁入豪门，或者嫁夫有贵气。金花印纹是一种少见的吉祥手纹，这种手纹不仅十分漂亮，还寓意无比吉祥，代表人的贵气。在古代，若是男人拥有，必然可以做大官，一登龙门，身价100倍，成为高人一等的贵人、上等人。若是出现在女子的手中，必然可以嫁入侯门，飞上枝头当凤凰，成为金光闪耀的贵妇。在如今男女平等的时代，这种手相的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就自己的事业。掌中有金花朵般的纹理，男人有此纹可当大官，女人有此纹可成贵妇。不同部位的金花印纹所代表的含义也各不相同。对于经商的人来说，如果在木星丘或者水星丘出现金花印纹，预示其人财运很旺，财源滚滚，会将生意经营得很好。不过，由于其人经常关注自己的生意或者企业，精力都用到这方面，容易忽视健康，从而在身体上会出现问题。对于正在上学的人来说，如果在明堂或者太阳丘出现金花印纹，此人会将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，所以成绩一般都不错，而且会拥有很好的文采，才思敏捷，是写文章的好手。对于一心从政的人来说，如果在太阳丘有金花印纹，此人会很有魄力，能够大刀阔斧地干一番事业。如果此纹出现在明堂部位则不佳，预示其人可能会是个糊涂官员。生命线上有金花印纹是大富大贵之象，男儿官运亨通，女子可以为官。有这样手纹的人远离贫苦，而且福庇子孙。5. 六花纹，与金花印纹相似的还有一种六花纹，形如六角小花，一般是单独出现，这也是一种吉利的掌纹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很容易年少成名，平步青云，多遇贵人相助，有机会发展自己的事业，光耀门楣，中年便可以达到一定的高度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年轻有为，前途不可限量。晚年更是享尽荣华富贵，受人尊敬，是一个说一不二的领导型人物，往往是团队的主心骨与核心力量。但其人最大的缺点就是性格霸道，做事很少听取别人的意见，独断专行，可以说是缺点和优点相辅相成，故人的智慧和胆识成就了他。6. 千金纹，千金纹的特征是在手掌中有玉柱纹，事业线由手掌根部向上延伸，超过了智慧线，但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，整体看上去就像一个千字。生有此掌纹的人家境富裕，同时还乐善好施，是十分富贵又难得的贵人手相。要想知道人一生有多少富贵荣华可享，就要看此纹。掌中生有千字纹的人，衣食无忧，生活殷实，一生享尽荣华富贵。如果少年手上生有此种掌纹，必能早年发达，前程似锦，家中财源滚滚，富甲一方。
正所谓人生若欲问荣华，文欲千金直上佳，受使少年人得子，前程富贵有人夸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脾气切不可暴躁，否则必冲毁前程。长有此种掌纹的人，事业会起步的比较早，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，前途不可估量，一生衣食无忧，生活殷实，财运不断，甚至有可能成为富可敌国的人。但是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脾气不好，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。如果能够改了这一缺点，未来财运会更旺盛。当然，手相学是必须要讲究因人而异的。一些吉祥掌纹的出现虽然是有好运的征兆，但是还是要看整体手相，才可以预知能否将运势激发出来。而且无论是做什么事情，自己的努力是不可能少的。好的手相面相只能为你的努力提供助力，要实现自己的梦想，终究要靠自己打拼。讲讲这种手相的人会一夜暴富，很灵验，中大奖的人就有这种手相。对于横财来说，我们都是比较喜欢的，也唯有横财才能让我们显得更为富贵一些，因此很多人都在考虑自己是不是能够拥有横财。那么在面相学中，什么手相人容易发横财？下面就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成功线的末端有纹，在成功线的末端有一个纹，这并不常见，因为首先你必须要一条成功线，一条长而清晰的成功线，它代表着轻松的地位和名声，在你的行业中非常出色。如果末端还有另一个星纹，它的成功可以维持很长时间而不会失位，而且很容易有意外之财。二、手掌中出现直觉线，假如手掌中出现直觉线，表示其人天生比常人灵敏，有很强的预感，通常会在一些投机生意中突然灵光一现，赚来大笔财富。例如购得大奖奖券，或是赌博时每猜必中，从而赢一大笔钱。不过这类人一旦赚取横财之后，会因此而上瘾，不知适时收手，很有可能又将大笔财富输个精光。三、智慧线末端有向上的分叉，有这种手相的人具有理性思维，对于那些没有成功概率的事情，基本上绝不参与。其人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，懂得如何将钱发挥到最大效用，再配合着合理的推理和赌博的强运，常常不知不觉就能赚大钱。不过此类人通常很节俭，经常会被人认为很小气。四、智慧线无分支，发横财的人手掌智慧线无分支，他们有着聪明的头脑，在面对困难时可以想出最好的解决方案，并且能巧妙地把眼前的困难化解过去，这也使他们的生活一路畅通无阻。在他们迎接更好的未来时，也会有一笔从天而降的财富落到他们的面前，这笔横财是他们命中注定会发生的。五、手中拥有断掌线纹，也就是所谓的断掌手相。这一手相的特点在于手中感情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，形成一条贯穿整个手掌的粗长线纹。从外形来看，就好像是将整个手掌一分为二一般，故而被称之为断掌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，一般来说感情运势较为糟糕，但事业运和财运会非常出色。他们有着相当强硬的性格，以及功利的工作和生活态度，无时无刻都在思考和自己的事业有关的事情，非常渴望在工作上证明自己的能力。这类人即使选择一些高风险的投资项目，也是有着很高的投资成功率，所以说容易获得横财。六、手中拥有不动产线，这是位于事业线和太阳线中间的一条短小横线，拥有这种线纹的人并不多，而且好的不动产线应该是同时和太阳线以及事业线相连接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及这条线纹才能够体现出命主在生活中有着出色的偏财运。这类人能够从父母、长辈那里获得财富，
或者是不动产，也就是房屋、房产，从而不用为了未来的生活而拼搏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这种线纹意味着其人出身富贵，天生就有横财。7. 手中智慧线上存在分叉。拥有这种特殊的智慧线，意味着其人的性格非常理性，有着极为理智的思维，从来不会在工作中做出一些成功率较低的选择。而在理财方面，其人有着非常敏锐的嗅觉，他们总是能够发现最好的赚钱机会，并且这类人在理财过程中不会犯下错误，从而使得自己总是能够获得收入，而不会损失金钱。往往一次投资就能够赚得巨额财富，所以说是天生能够获得横财的首相特征。8. 手上有赌运纹。赌运纹是位于无名指上的第1节指腹上的直纹，有可能是一条，也有可能是几条。如果手上有纹，意味着横财运旺盛，运气非常好。有这种手相特点的人，只要是参与带有赌的事情，一般都是赢多赔少，好运常伴。不过凡事过犹不及，也要学会适可而止，不可太过沉迷其中，否则得不偿失。9. 手颈线清晰有星纹。看一个人的横财运好不好，还可以观察其手颈线，也就是手腕上的纹路。一般人的手腕线有3条，如果一个人的手腕线上出现了一条星纹，并且第1、2条纹路清晰明朗，那么表示这样的人横财运很好，必获其财或是意外之钱，甚至可以一夜暴富，这是常见的横财纹手相之一。10. 理财纹多又长。理财纹主要位于我们小指和无名指之间下方的位置，通常是斜纹。此部位的纹路与一个人的财富相关，也关系着一个人的横财运。从这个纹路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横财运情况。依据手相学的说法，若是一个人的财富线很多且伸长，这样手相的人横财运也会很好，没什么大困难。11. 头脑纹。头脑纹的支线其末尖端指向小指下或达到根部，即水星丘，表示会受水星丘掌管天赋之影响，不管在实业或其他方面都能赚大钱，即使受薪阶级也能在薪水以外有收入，可说头脑灵活，很会把握机会赚钱的人。12. 五指长短有序，中指稍长。从手相学来看，五指代表一个人的父母、成就、配偶和子女。五指修长、长短有序、间隙合宜的人，各方面各有所得，福泽绵长。有此手相的人天资聪颖，少时能得家人庇佑，衣食丰足。青年夫妻恩爱，子女缘深厚，一生运势平稳。其中中指稍长的人，说明此人善于计算，做事情缜密有条理，能挣钱理财，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，对自己的要求严格，也很容易大富大贵。13. 食指有3约纹。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，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，叫做3约纹。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财，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。如果是女性的话，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，受夫家福荫，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，衣食丰足。男性的话，也能娶得有钱娇妻。总而言之，是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。14. 太阳丘丰满高隆。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、才能与声名等。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，颜色明润，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、理财能力，在青年时期就能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。另外，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大多性情温厚、正派乐观，个性明朗，有较高的素养，通常有很好的人缘，晚年能赢得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，衣食丰足，家庭幸福美满，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。15. 木星丘饱满。
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，代表人的意志、欲望、地位和权力等，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，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。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，大多热衷名利，自负骄傲，充满雄心斗志，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，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，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，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。若为女性，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。16. 手掌肉厚柔软有弹性，以掌面为中心，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、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部位，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、后天成就、父母子女、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。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，元气充盈，身体康健。肉主阴，主腹，手掌厚而富弹性，肤光滑柔软，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，福泽深厚，福禄天成。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，一生财运顺利，免于奔波操劳，晚年安逸。发横财是每个人心中所想的事情，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发横财的命。如果你拥有上面所说的10种发横财的手相，那么你就离发财不远了。好了，讲讲这10种手相，50岁后飞黄腾达，有望资产过亿。人生是一场马拉松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赢在起跑线上。有些人可能在起点的时候冲劲很足，但是后期动力不足。但有些人可能起点并不高，却一直坚持，最终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。人的运势表现也有类似的情况，尤其是在财运上。很多人可能年轻的时候想要挣钱非常的难，但是中晚年却迎来了机遇。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50岁之后发财的手相都有哪些特点，什么样的手相会在财富上大器晚成呢？1. 智慧线很长。我们摊开手掌，能够明显的看到3个比较伸长的纹路，位于中间的那条就是智慧线。一般而言，人们的智慧线是比较短的，但是如果智慧线伸长，那么代表这个人聪慧有韧性，做事善于思考，谋定而后动，而且洞察力惊人，可以发现很多常人难以发现的财富运势。不过这样的人之所以年轻的时候不能发财，主要是他们思虑太多，总是不能把握住挣钱的时机，加上大部分人在年轻的时候财富底气不足，不敢尝试一些具有风险性的项目，只有等过年过半百，身上的负担减轻，才会大展手脚。因此50岁之后，智慧线伸长的人会在财富上表现出惊人的天赋，而且年龄越大，挣钱的机会也就越多。2. 手掌心有2条事业线。事业线是从上到下贯穿整个手掌的纹路，一般人能拥有1条事业线就相当的不错，而能够同时拥有2条，即1条可以通中指，1条直通食指，那么这样的人就会拥有晚年的福报。也就是说，在50岁之后，他们的财运会越来越好。这部分人大器晚成，主要是年轻的时候，他们往往生活没有目标，做事总是不知所云，有些任性随意，因此大多一事无成，或者表现得庸庸碌碌。但是到了50岁，作为财运的分界线，这部分人似乎在思维意识上被打通了任督二脉，财富思维忽然间被提升，可以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，财运就会越来越多的向他们倾斜，最终晚年福禄大增，成为人上人。3. 拇指和无名指有斗。斗和簸箕是手指头的一种纹路表现，斗就是像年轮一样，可以呈现数圈闭合圆形的纹路。如果一只手在拇指和无名指上都有斗的人，那么他们50岁之后可以获得财富的几率很大。而2只手都呈现这种手指头纹路，那么50岁之后功成名就的几率几乎是100%。这部分人他们的思维意识有一个慢慢提升的过程，打一个形象的比喻，就是花期比较长。有些人年少得志，就是早早的开花结果，让人们看到他们的能力。
而拇指和无名指有斗的人，则是需要时间慢慢的给他们增加阅历和经验，等待一定的时机，厚积薄发，最终在中年之后开始走向人生巅峰，财富运势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水涨船高，属于能力和智慧都爆发较晚的一类人。4. 食指和中指并拢后，上半截空隙大，下半截无空隙。拥有这类手相的人，说明他们在早年间会吃特别多的苦头，日子很艰辛。相对于身边人而言，不管是事业还是财运，都显得乱七八糟。而且在婚姻中也很难得到异性的青睐，会长期处于孤独寂寞的状态中。好在到了中年之后，50岁左右，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将发生巨大的转变，他们会迎来很多好运，而且贵人缘也在变得愈发旺盛，可以得到高人的提点与助力。到最后，他们很有可能会成为叱咤商场的有钱人，或者是在官场上混得如鱼得水。这类人经历过很多磨难，所以心思缜密，而且更加懂得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。因此，即便过上富裕的好日子，他们依然能够严格要求自己，还会树立勤俭节约的念头，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。因此，这种旺盛的运势可以一直延续下去。5. 手掌宽厚粗糙。手指宽厚且粗糙，说明这类人拥有旺盛的大气运，不过很难在早期显露，必须要经历一番磨难和历练，才能够迎来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。早年期间，这类人日子过得很憋屈，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遇到重重的阻碍，而且六亲缘分浅薄，还总是会被父母和兄弟姐妹拖累。但是到了50岁之后，必然平步青云，一鸣惊人，属于典型的大器晚成的类型。一旦大运降临之后，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尤其是在事业和财运方面，将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，生活中社会的地位也会急剧提升，还能够结交到很多上流社会的人士，人际关系将变得极为和谐融洽。而且这种旺盛的运势并不是昙花一现，而是能够从中年一直延续到晚年，令人羡慕。6. 事业线从下到上由浅变深，超过生命线显现出来。事业线从下到上由浅变深，甚至超过生命线显现出来，说明这类人早年的时候职场生涯并不顺利，他们很难拥有稳定的职业，会到处打零工，日子过得很辛苦。但这类人非常有天赋，而且在社会上摸爬滚打，积累了特别多的经验和知识，等到中年50岁之后，必然能够取得突出的好成绩。一生中一旦出现转机，那么接下来的人生都将一发不可收拾，绝对会一飞冲天。而且这类人本身就属于怀才不遇的类型，所以一旦得到机会，必然会表现得特别的努力，绝对不会颓废懒散。他们到最后不但可以拥有成功的事业，还能够赚得盆满钵满，日子顺风顺水，还可以收获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。7. 太阳线起自边长。如果太阳线起自边长的话，说明这类人拥有非常诚实善良的优良品格，而且遇到困难不会轻易低头，具有很强的上进心和拼搏心。年轻的时候，由于原本的家庭背景不是很好，很难得到良好的资源，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依靠自己的力量，所以难以取得耀眼的好成绩。但是到了50之时，必然能够一鸣惊人，甚至在所处行业能够处于佼佼者的领先地位，非常厉害。不过拥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往往婚姻生活不够幸福，尤其是女性朋友肤缘浅薄，还有可能克死丈夫。8. 事业线起自智慧线。如果事业线起自智慧线，或者说太阳线起自智慧线，说明这类人特别聪明，基本上用不着等到晚年，到了50岁的时候，便能够在事业上斩获非常出色的好成绩。事业一旦成功，那么滚滚财源肯定也会随之而来。这类人上进心很强，心思缜密，善于规划，非常喜欢思考，而且他们踏实努力，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儿，朝着既定的目标和方向不断前行。
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一旦功成名就之后，可能就会引来桃花劫。在感情方面，务必要洁身自好，以免惹来麻烦。9. 事业线起自掌星。如果事业线起自掌星，或者说太阳线起自掌星的话，那么说明这类人少年运欠佳，但是到了中晚年绝对能够行大运。这类人有种随遇而安的豁达感，能够专注于眼下的每一件事情，而且他们心态很好，哪怕身处困境也不会怨天尤人。到了晚年之后，贵人运将会变得愈发的旺盛，能够在高人的提携和指点下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。不过即便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这类人依然能够保持初心，继续以往的生活和工作模式，不会醉生梦死，更不会去做出出格的事情。10. 生命线上阻碍纹较多。生命线上阻碍纹较多，年轻的时候抵抗力不佳，身体素质欠佳，需要注意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。但是从中年开始，健康运势就会变得越来越好，身体素质也会不断增强，感知分叉甲断掌，分析力强，而且双手灵活，多才多艺，智商很高。到了中年之后，能够在自身所处的领域斩获非常不错的好成绩，甚至还能够一夜成名。有断掌纹的同时，又有智慧线和感情线，且末端分叉。他们善于处事，适应力极强，对什么都感兴趣，知识面广泛，可以凭借着聪明才智获取丰富的钱财。手相研究，一线横贯左右，纹理看透情缘。手相又称万象之首，其大也，天地都在一掌之中；其小也，五脏六腑均历历在手。手相至今已经演化传承超过数千年历史了。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。从手相学角度讲，这句话的确有它深刻的道理和依据。别看一个人的手掌仅区区方寸之地，但是富贵贫贱、智慧咸愚、夭寿吉凶、婚姻感情等等，尽在这一小小的手掌之中体现。看手相一般是从3大纹路、8大丘、5大线纹等重要特征来看，并且手掌形状和手指长短等其他因素也都会影响个人的发展。那么看手相是看哪只手呢？大家所知道的男左女右，其实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。不过为了能有更多的观察，看手相最好是2手都要看。从手上可解读的东西特别多，我们今天主要讲解的就是5大线纹中的感情线。感情线作为掌中最主要线纹之一，不仅表明人在爱情方面的运势，也透露了关于心脏和血管方面的宝贵线索。感情线又叫做天纹，也称作爱情线。好的感情线一般深明无干扰，弧度很好看。绝大多数的感情线起源都是位于手掌边缘小指下方，从此处穿过手掌上方，大部分的终点都落在食指底部附近，有的在中指附近就结束。一个人不管是感性还是理性，情感特质都会在感情线上体现出来。感情线的位置和形状透露了一个人内心的敏感程度，还有对爱情、婚姻以及其他感情的期望。而每个人所处环境不同，感情线自然会有所不同。一般感情线有以下几种类型。一、感情线终点在食指底部，那表示你在感情上有完美主义倾向，对你爱的人标准很高，期望也很高，挑选情人较为挑剔，但是一旦你认定了一个人，就会全心全意地去爱对方。2、感情线终点落在2指中间，感情线终点落在食指和中指中间的，这是很典型的终点位置。如果你刚好是这种情况，那么显示你天性温柔亲切，对另一半爱得很深沉，喜欢为所爱的人做事，常常用行动表达你对他的情感，甚至对身边的亲人朋友也是如此。3、感情线较短，感情线指延伸到中指的下方，
这种情况显示你的性格是比较冷酷无情的，是个对亲密关系很缺乏责任感的人。你只想享受，不想被绑住，而且还不想就1对1的关系许下承诺。对你而言，短暂的恋情就已经足够了。4、感情线尾端分叉。感情线尾端分叉是属于比较幸运的一种，这表示你的情感与智慧两者兼具。末端如果是1分为2，则表示你这个人温暖、浪漫又不失冷静稳重。若末端3叉则更好，表示所有感情线的优点都包含在其中。你清晰的逻辑思考中带有感情，是个充满同情心的倾听者。5、感情线直穿过手掌。感情线直穿过手掌到达拇指侧，这种类型表示你是一个典型的工作狂，总是把工作放在感情前面，会忽略自己的爱人和家人，长期以往感情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。6、感情线中间有倒纹。感情线在无名指和小指之间出现倒纹，这表示你是个激情多变的人，即便年岁长成，但是你的性格仍跟小孩一样，对感情没有很认真，随意结交异性，感情太过复杂，甚至是会影响事业发展。以上只是举例一些不同的感情线类型，此外还有包括感情线的分支、细纹、长痣、色泽等等不同的形态，也都会对情感运势带来影响。很多人可能对手相都是持怀疑态度，但所谓相由心生，一个人的运气好，他的气色就好，手的色泽看起来比较健康，纹路比较清晰，直观上就是一个思路清楚而理性的人。如果一个人的手相纹路很复杂，直观上就是一个思绪较复杂的人，而且事实上也正是如此。由此可见，以相取人是很符合自然现象的，这也就是手相预测的基本原理。还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，手相上的线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它时刻都在发生变化，也在展示着你现阶段当下的运势发展。所以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看手相，如果能够将一段时期的手相进行比较，则更有价值。第2，这种手相万里挑一，男友掌权掌财，女友克夫克子，依了解断掌纹。大家都知道，人的手相是由3根主线：生命线、智慧线、婚姻线组成的。不过有一部分人是智慧线和婚姻线重叠形成一条线横在手掌中间，叫断掌纹，也就是别人都是3条线，你的手相是2条线，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纹线。1只手断掌纹是单手断掌纹，2只手断掌纹叫双手断掌纹。2断掌纹的人多吗？据估计，单手断掌纹有 10% 的概率，如果是双手断掌纹，应该在 3% 左右，概率不高。3断掌纹的优点，断掌纹的人因为婚姻线和智慧线重叠一起，具备智慧和感性的双重性情，一般比较睿智、聪明，判断力强，能力强，比较重感情，爱憎分明，做事果断，利于事业发展，对朋友亲情感爱感恨，大多是付出比较多不计回报型的性格，会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，贵人较多，有恒心和耐心，具备敢打硬仗的性格，所以往往能成就大事。如果手掌很厚很宣很软，那是更好。很多有名企业家、官员、业界名人具备这种手相的人较多。4断掌纹的缺点，断掌纹的人比较极端、固执、较劲，容易出错。如果2只手都有断掌纹，表示这个人过于刚正不阿，得理不让人，不达目的绝不罢手。但是记住，过刚易折，过刚易断，很多人因为这个容易惹上大的麻烦和灾难，比如引起官司、口舌、牢狱。假如手相干枯、露骨、无肉，再有断掌纹，非常容易遇见以上情况。假如你的手相是单手断掌纹，那么你可能会有偏执的性格，当你恨一个人的时间，会对人非常反感，
甚至就不能看见这人，非常容易和人发生矛盾，一生官非较多。当你爱上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事的时间，哪怕是自己错的，你也不好改变自己，甚至容易过激。5. 断掌纹的婚姻。断掌纹是个敢爱敢恨的性格，爱的时间他会全心投入，他会尽一切办法使爱人快乐、幸福，甚至一生一世。但要是不幸失去他的欢心，他便恨得相当强烈，非使对方感到极度难堪不可。刚愎自用、暴躁，也容易感到灰心。由于这种人的性情特别，所以跟这种人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相当小心。这种人性格多疑，对人大多不信任，所以断掌纹的朋友婚姻观比较极端。男的还好点，因为他大多偏向于事业。如果是女的，你就要选择好对象了，因为这样的女人大多是感情很重的人，对待感情较真，追求完美，激动的时间极端暴躁，很难自控。一旦失去感情信任，那是非常可怕的结果。6. 断掌纹的事业。断掌纹的男人性情中耿，工作能力很强，责任心极强，不管怎样困难的事情都由自己独个儿去处理，不喜欢别人来插手干预他的思维判断。如果因为自己个人的能力有限，非要把一些不大重要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做，也老是牵肠挂肚，非亲自去干他一下。就凭这样对待工作的敬业精神，他做事成功率是非常高的。特别是男人，断掌纹的男人在事业上一般比较有定律，对待歪门邪道、花花绿绿的感情比较排挤，在事业上的敬业度和忠诚度都是非常高的。事业成大事的人，断掌纹居多。断掌纹的女人也是事业型的人物，工作事业上绝对不输给男人。但断掌纹的女性很容易就会把自己的爱情弄得一团糟，必须在感情上要多多反省自己。第3，女生有断掌纹好不好？所谓的断掌，是手掌上的感情线与智慧线重叠为一而横过掌面，是行事风格相当有魄力的女人。而这合而为一的断掌线，其位置如果过高，近手指根部，则会流于感情冲动而缺乏理智；而如果位置低，则是理智重于感情，非常固执，很少会主动的认输和主动认错。1. 女生有断掌，在传统的手相学里认为，女性断掌会刑克丈夫，是因为这类的女性往往主见强，能力好，不喜欢被命运左右，所以具有反抗传统、叛逆的特质。因此在父系社会下，被视为对丈夫权威性的挑战与不利，才认为女性断掌，感情婚姻会不顺，而且会产生克夫。2. 不过随着社会开放，男女平等，断掌女性的特质反而能适合社会，成为女强人、职业妇女。虽然个性比较强势，对婚姻较有意见，但可以用包容、沟通的方式降低与另一半的摩擦，克夫的情况就不那么明显。3. 在众多知名的一线女星，例如蔡依林、梁静茹、章子怡等等，都是有断掌的手相。故综上所述，女生有断掌也并不一定像自古以来的那样，断掌的女人主个性上会比较好强，用到对的地方，恰到好处，也一样可以取得很优越的成绩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